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。今天是第32期，时间来到1988年，这是红白机发售的第6个年头。这一年硬件方面 FC 主机在日本市场逐渐趋向饱和，87年全年销量达到了顶峰的300万台，88年降至250万，往后逐年下滑。NES 主机在北美和欧洲持续火热，并在88年全年销量来到了最高的350万台。软件方面，磁盘版的游戏虽然任天堂和三方厂商还在发布新作，但已进入颓势。卡带游戏的数量再创新高，并且大容量的卡带已经变得很普遍了。这一年也涌现出很多经典的作品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88年1到2月发售的游戏。家庭赛车，也翻译为南梦宫赛车，由开发过铁板阵和迷宫塔的远藤雅生担任设计师，只发行了日版。这是一款 F1 的赛车竞速游戏。虽然之前红白机上有好几款 F1 赛车游戏，但都只是一个 F1 车辆的外形。本作是第一款真正和现实 F1 比赛有关联的作品。开始的几个模式里，第一个是设置，在这里可以自定义并保存车辆，6种基本外形可选，然后搭配26种配色。不同配色用26个英文字母代表，外形图案和配色都是基于当时真实 F1 比赛的车辆，如 F 型号加 W 色号是威廉姆斯， M 型号加 P 色号是迈凯伦， S 加上 F 是法拉利等等。接着设计性能，分为增压压力、传动比、发动机制动、操控性、刹车和轮胎6项，每一项都可以分成4个级别，可以自由配置。不同的属性在比赛中会体现出不同的效果，相应的也可能出现故障，如高抓地力的轮胎磨损很快，如果爆胎，车辆将变得难以控制。主菜单的第2项是自由练习模式，在这里任意选择赛道进行练习，共有40条不同的赛道，也都是参照真实的 F1 赛道设计。比赛的过程以俯视角呈现，操作很简单， A 键加速， B 键刹车，方向键控制转向，换挡是自动的。第3种模式速度赛又分成4个难度级别，新手、B 级、A 级和超 A 级，每个级别都是多场系列赛，比赛场次从最低级别的4场到超 A 级的16场比赛。这也重现了真实 F1 比赛当中16个分站赛。按照真实的规则，每个赛道要先进行计时排位赛，决定出发的位次，然后开始正赛。正赛当中出现其他的车辆，但游戏在这里有一个特点，和其他车辆没有碰撞的概念，因此很多玩家称为幽灵赛车。这样的设计官方表示是为了专注于速度感。主菜单第4项是24小时耐力赛模式，选一个赛道一直跑，实际游戏的时间大概在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。另外，如果高速撞到侧面的障碍，会导致车辆损坏退赛。比赛过程中还得根据需要进入维修通道加油和更换轮胎等等。这部作品以当时红白机有限的机能和卡带容量，实现了很多模仿真实 F1 比赛的内容，包括了车辆配置、性能调教、真实的赛道，放在当时相当新颖。采用俯视角的设计，简化操作被一些玩家认为缺乏深度，和对手没有碰撞的设计褒贬不一。但游戏玩起来相当流畅，速度感也很不错，加上丰富的元素，个人评价3星半。杀意的阶层，由 HAL 发行的一款侦探冒险游戏。到目前，红白机上已经出现了多家公司的侦探冒险作品了，都想要做自己的侦探系列，但最后成功的寥寥无几。这部作品本来还有续作，据说剧本都准备好了，但由于本作的销量太差，最终取消了续作的发布。这里还有个副标题：软件公司连环杀人事件。故事的主角叫做菅田明人，是一名年轻的侦探。一天，他接到警视厅调查科中村科长的电话，中村告诉他，主角的大学好友西河正人被发现从悬崖上坠落身亡，死者是一家叫做 PowerSoft 软件公司的程序员，起初被认定为自杀，但主角发现了一些细节，并判断为谋杀案。他要在3天内调查并找到真凶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又出现了连续的杀人事件。游戏也是使用了指令操作，通过画面下方的菜单选择命令。有些不同的是，虽然还是其他的侦探冒险游戏中常见的那些指令选项，但菜单中的选项条目
会根据情况变化和增减。这个特征当时也被拿来作为宣传的卖点，称其为成熟的命令系统。另一个特点是时间系统，在游戏中只要采取行动就会消耗3分钟的时间，不仅仅是和其他人物对话以及调查的时候，还包括检查信息或者重复的操作都会消耗时间。总共只有3天找到凶手，调查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在 PowerSoft 软件公司内进行。上午10点来到公司，除第一天是从中午12点开始，到了下午6点调查自动结束。凶杀案也得讲究一个8小时工作制，如果超时没破案，游戏结束。由于时间相当紧张，必须高效地进行各项指令。这部作品也被认为是一款难度很大的侦探冒险游戏。相关的人员基本上都是软件公司的其他员工，每天都在公司上班，所以整个游戏的过程就在公司的各个房间来回，还有大量的文本对话，形式比较单调。虽然形式上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但本作被认为是优秀的侦探类作品。通常在这类游戏里，如果是和案件无关的内容都比较简略，但在本作当中有大量的信息需要玩家自己甄别，看是否重要。有些是真的无用，但有些看似无用的内容可能也是有相关性的。又因为有时间的设定，一些事件会在固定的时间发生，有些线索错过了就可能导致失败，但也并不绝对。最终的结局并不仅仅要指出凶手，证据、动机和推理的过程都得准确，这些搭配在更深层次的故事结构当中。总之，这是一款在其他方面没有亮点，完全专注于故事结构和内容的作品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科乐美世界，要是按照原名直译是科乐美 YY 世界，还有个拟声词 YY。该作把科乐美旗下不同游戏里的热门角色汇聚一堂，成为一个大杂烩式的游戏。类型上结合了横版动作和飞行射击，主要是横版动作。推出后大受欢迎，续作于1991年发布。游戏的目标是要救出不同关卡里的其他角色。开始时的2个人物是 Konami Man 和 Konami Lady， 后续被救出的角色也可以使用。进入关卡前，和冰封里的辛纳蒙博士一段对话，然后进入2号门，有6个关卡可选。如果找辛纳蒙博士复活角色，获得信息或者密码，进入1号门。在关卡内 A 键跳跃， B 键攻击。男女2个角色分别是出拳和踢腿，方向键上加 A 键切换人物。如果是双人游戏时，2个人会一起出现。包括初始人物的所有角色都有自己的专属副武器，但要获得相应的道具后才能使用。使用时消耗画面右上方的导弹数。每个关卡的形式都类似恶魔城的平台加楼梯的设计，主题和要营救角色原本的游戏主题相同。下面逐一介绍。江户关卡，找到钥匙救出五右卫门。钥匙房间里有一个龙一样的敌人，五右卫门有特殊的能力，可以打开宝箱，副武器是招财猫。城堡关卡，消灭 BOSS 独眼青蛙怪，获得钥匙救出西蒙。和原作一样，他用鞭子攻击，副武器是十字架。港厅关卡，没有 BOSS， 但有很多小的平台加上敌人，最好利用西蒙攻击范围的优势，救出七宝奇谋里的米奇。他身材矮小，能在特殊的位置通行，副武器是弹弓。城市关卡，利用米奇的特殊能力救出金刚，100万吨拳头，攻击威力很大，副武器是扔岩石。地狱关卡，要利用金刚的跳跃能力， BOSS 是龙骨魔，本关救出月风魔，它可以击毁某些方块，普通攻击用剑，副武器发射手里剑。怪兽关卡，复活节岛的遗址，用月风魔打破岩壁，本关让魔爱石像成为同伴，普通攻击是用头撞，副武器是离子环。每个角色使用时都是自己游戏里的专属 BGM， 在关卡中特定的位置还可以进入特殊场景，包括头子竞技场、赌场和被诅咒的商店。在这里挑战小游戏成功有额外的奖励。前面这6个关卡里的道具，除了常规的回复类和增加副武器数量，还有几个重要的道具，像斗篷、能量胶囊、饭团这类。有些副武器道具一开始拿不到，比如五右卫门的招财猫，要先获得斗篷这类特殊道具，具备了飞行能力之后才能获得。所以如果要集齐全部的道具，有些关卡得多次访问。还有些道具是飞行射击阶段使用的，救出全部成员后进入3号门，
乘坐飞机来到纵向飞行射击的关卡，能在冰封和宇宙巡航机的大毒蛇之间切换。击败大 BOSS 瓦尔德后还没有结束，又会回到横版的关卡，在这里是魂斗罗的主题，得清除瓦尔德的心脏，乍一看像是3个头，然后在限制的时间内逃脱。由于有众多的人气角色聚在一起，本作的话题性和热度都有保证，各方面制作精良。最难得的是把不同游戏中的元素放在一起，平衡性保持得不错，各个角色的特点也基本都有体现。除了米奇比较弱，游戏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人物移动到接近画面边缘的地方，场景才会开始滚动，敌人出现时经常反应不及，比较影响体验。整体上是一部难得的佳作。翻米通评分30分，个人评价4颗星。冰上曲棍球，任天堂发布的又一款体育游戏，最新发行了磁盘版，不久后发布了美版和欧版卡带。不同版本里可选的国家略有不同，背景音乐也不同，有单人对战电脑和双人对战2种模式。开始选择界面有6支可选国家队，之后设置1到5级的游戏速度，7到15分钟的单节比赛时间。接着设置球员的类型，在4个球员中设置有胖子、瘦子和平衡型3种。胖子身体强壮，射门力量大，但动作缓慢；瘦子则相反，速度快但力量很弱，平衡型介于2者之间。每方除了守门员外有4个队员，这比实际的冰球比赛人员要少。操作很简单，进攻时方向键控制移动， A 键传球， B 键射门，长按 B 键还能蓄力，轻按一下可以做出射门的假动作。防守时 B 键切换控制队员， A 键用球棍抢球，有可能引发类似真实比赛中的群架模式，造成球员被暂时驱逐。我方守门员也可以控制在小范围内移动。每个国家队的能力没有区别，和电脑对战时，根据获胜的场次，越往后难度会增加。这部作品的体量很小，玩法简单，结合红白机的实际情况，并没有完全按照真实冰球比赛进行设计，还有不同类型的球员。整体的游戏性不错，但内容相对单一，游玩时节奏相当快，即使是选择最低1级的速度，也需要花一些时间适应才能上手，比较适合双人休闲游玩。个人评价3星半。刑事3姐妹，这是一款漫改游戏，漫画名翻译过来叫《飞女刑事》，由和田胜二创作，70年代就开始连载，1985年到1987年改编成3部真人电视剧播放，后来也有剧场版、OVA 等等。整个系列围绕着女学生麻宫佐纪，她因犯事被关进监狱，警视厅里面的一位不明身份的人物让她成为卧底学生，专门调查警方不方便介入的学校案件。3部电视剧的主角都不一样，分别成为1到3代的麻宫佐纪，所以这个名字更像是个代号，并且他们都使用同样的武器溜溜球或者说悠悠球。这款游戏的原名里有个3，表示它是根据电视剧的第3部情节改编的。之前1年在世嘉的3代主机上还推出了根据第2部改编的游戏。第3部电视剧名的副标题是《少女忍法帖传奇》，主角是风间3姐妹。本作的类型属于动作 RPG， 游戏里3姐妹要面对试图控制日本的黑暗组织。开始在斜向下的俯视角场景，后面的关卡也有横版的视角，玩家控制人物移动，用3姐妹当中的一个。如果要切换人物，按开始键在菜单中操作。3个角色的攻击手段看上去不一样，分别是溜溜球、金属纸鹤和编织针，但实际用起来没有区别。消灭敌人获得经验值可以升级，最大生命值增加，攻击力上升，同时还可以学习新的忍术。有了忍术后，在菜单界面选择，战斗中同时按下 A、B 键释放。整个流程简单分成了几个关卡，大部分的敌人都是忍者。从第2关开始，末尾有 BOSS， 在每个关卡里还得收集几个特定的物品。这部作品是那种看上几眼之后马上就能判断是个垃圾的游戏，说实话能做到这种程度也不多。各种角色的动作看着都是相当敷衍。最搞笑的是，在斜向下的俯视场景里，如果跳起来攻击，可以命中画面顶部的敌人，对方也同样能打到主角。整个的过程没有技术性可言，敌人是无限刷的，始终保持屏幕内有2个。一开始需要充分的练级，要不然没法玩。
练级以后就随便打了。虽然各项设定上都忠实原作，但这样的质量估计原作的铁粉也不会买账。个人评价1星半。梦幻岛物语由 Sunsoft 发行的一款奇幻冒险游戏，它以一个类似漫画绘本的形式讲述故事。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，有一个叫做梦幻岛的小岛，人类和动物和谐共存，还能互相交流。但有一天，黑暗皇帝出现并开始扰乱岛上的宁静，他还俘虏了国王的独生女纳萨莱尔公主。国王发布消息，谁能击败黑暗皇帝，就将公主许配给他。年轻人凯尔梦想着快速致富，并踏上了冒险旅程。游戏用指令进行操作，指令在画面中以一排图标展现。第一个是移动，选择后会出现可移动的方位图标。第二个带有眼睛的人脸是检查，只有嘴巴的脸是对话。手的图案是拿取，工具包图案是物品栏，脚的图案用于进入门和洞，特别是有多个目的地选择的时候。向下的箭头图案表示推动物体或者打击，后面一个向上的箭头正好相反，用于拉动。最后一个铅笔是输入密码指令，用于继续游戏。流程基本上是线性的，分成了5个大的区域，完成相应内容后会自动进入下个区域。一开始在国王的城堡附近会遇到女孩卡尔，她会加入和主角一起旅行，之后进入容易迷路的森林，和一些动物对话，找到当地的长老，并在长老的指示下获得圣物。进入第3个区域巨大雪原，见到海豹和兔子，这里的行动影响最终的结局。第4个区域是被黑暗皇帝摧毁的村庄，要在这里找到通往邪恶城堡的道路，最后到达城堡。城堡内有一只喝醉的浣熊和一只球鱼守卫，最后的邪恶皇帝是一只青蛙。这部作品走的是温馨治愈的路子，童话故事一样的情节，用一些诙谐幽默的形式讲述，这样的方式很讨喜，还有多个结局。流程比较短，如果顺利游玩，不到1个小时就能通关。主要问题还是解谜类型的通病，缺少提示，很多地方都得靠直觉。要是按照绘本绘画的标准，某些画面处理的比较偷懒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荒野大镖客，卡普空旗下的著名纵向射击游戏，原版1985年10月发布在街机平台。游戏的设计师冈本吉起80年代初之前都在科乐美担任插画师，加入卡普空后制作了不少经典的街机作品。本作红白机的移植版最先在磁碟机上推出，之后很快就发行了美版卡带。同年作为圣诞档期的游戏在欧洲发布。在故事背景上，红白机版和街机不同。1849年，一个被称为 Wingate 的帮派袭击了希克斯维尔镇，杀死了警长，每天都在制造麻烦，直到主角比利·鲍勃来到镇上，将其从帮派中解救出来。俯视角的场景纵向滚动，玩家控制主角用枪发射子弹，A、B 按键分别斜向右和斜向左开枪，同时按下 A、B 键朝中间发射子弹。总共有6个关卡，每关想要见到 BOSS 就得先收集到他的通缉海报，有些通过消灭敌人掉落，有些是射击关卡里特定的位置。如果没有拿到海报，会在本关的场景内循环。也可以找在路边的商店花费分数购买，通常都很贵。商店还能购买其他的道具，场景里也会出现道具，包括增加移动速度的鞋子，扩大射击范围的枪，Power 图案全灭屏幕的敌人。如果骑上马，不但能加速，还能多承受3次伤害。在几个特定的商店可以购买特殊武器，包括散弹枪、机枪、马格南和智能炸弹。按下选择键切换特殊武器，它们有弹数的限制。通过消灭敌人或者打破木桶出现子弹图标，可以补充弹药。如果手里没有特殊的武器，掉落的物品都会变成钱袋。散弹枪同时发射5颗子弹，但射速较慢。机枪的发射速度比普通的武器更快。马格南有强大的杀伤力。智能炸弹只能带1个，作用是被击中时不但能保全自己，同时还会全灭敌人。另外还有红蓝2种颜色的风车，红色的是奖命，蓝色的短暂无敌。这部作品虽然是街机移植而来，但玩法上做了改动。西部枪战的主题在游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让它显得十分独特。
完全区别于当时其他的射击游戏。红白机的版本还全部使用了原创的 BGM， 和主题风格相得益彰，这些曲目本身也成为了经典。战斗体验相当爽快，难度上低于街机版，各种道具也能帮助续命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麦当劳大进击，这部作品是 Data East 联合麦当劳公司共同制作的，人气角色麦当劳叔叔担任游戏的主角，只发行了日版卡带。和平的麦当劳世界遭到了可怕恶魔军团古蒙一族的袭击，恶魔施加咒语并囚禁了人们，动物们也都变成了野生动物。麦当劳叔叔为了恢复自然之美，与恶魔战斗。游戏是标准的横版动作类型，主角的武器是投掷炸弹，炸弹以抛物线的方式扔出去，会隔一段时间爆炸，只有爆炸的瞬间才会产生伤害。在此之前，炸弹如果碰到了敌人，它会吸附到对方的身上。画面的左上方显示人物的血量，人物也有生命树。场景里有很多汉堡可以收集，在2个关卡之间进入商店，收集的汉堡也可以作为货币使用，可以补充生命和购买奖励。还有一种玩翻牌小游戏的方式，也能补充生命值或者奖励。在6张牌之间翻开其中的3张，对照右边看是否中奖。游戏过程中有类似的道具，拿到苹果就能一次扔2个炸弹，如果受伤效果消失。爱心增加1格生命值的上限，最大5格。头像增加1条生命。在过关后血量是不会自动补充的，因此有时得依赖商店。总共有12个关卡，每关都有 BOSS。 关卡大部分都是大自然的主题，湖边、森林，还有拿着气球上天的环节。很奇怪的是，有几个关卡的氛围有些诡异，不太符合整个游戏的气氛。特别是一个长着大脸的树干突然睁开眼睛，上面还有很多鬼脸。实际上这款游戏的难度并不低，操作的手感有些模仿马里奥，人物运动有一定的惯性，跳跃的操控也比较讲究，加上扔炸弹的抛物线方式。另外还有一个踩炸弹的技巧，能跳得更高，但不好掌握。关卡的设计和画面都做得不错，整体上看是一部合格的平台动作作品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巴姆救亲记，这是 HAL 发行在磁碟机上的一部动作角色扮演作品，在玩法上有些类似《塞尔达传说2：林克的冒险》，但它是一部以快节奏为特点的游戏。巴姆是一个火焰氏族的男孩，在他15岁生日那天，他的父母被对立氏族的多姆斯变成了恶魔，他要前往击败对手，让父母恢复原貌。游戏开始的房间里，红绿2个怪物就是父母，分别和他们对话，能回复生命值和保存游戏。基本的操作上和所有横版游戏一样 ，A 键跳跃 ，B 键攻击。不同的是，在不按攻击键的时候，人物也能保持着举起剑的姿势，也可以直接攻击敌人。按住方向键一小段加速后，能快速奔跑，这时跳跃的高度和距离都大大增加。击败敌人通常掉落火焰，积累火焰用于购买装备和道具。装备的种类包括了攻击武器、盾牌和鞋子。当进入敌对势力的场景，会有一个强制滚动的高速关卡，经过一段战斗之后会进入 BOSS 战，消灭 BOSS 获得一个大的 F 字母，作用是得到100个火焰，血量全满，再加1条生命。消灭普通的敌人，除了火焰外，也会掉落一些道具，都显示成大写的英文字母，有 A、B、F、L、R 和 S， 作用就是常见的全灭敌人、短暂无敌、回血和加速这些。游戏里的场景大致分成了4个部分：自己氏族的村子、野外森林，第3部分是从森林进入的 Dome 世界，也就是敌方的地盘，又分成了室外的高速滚动场景和室内的地牢。第4部分是利多拉异空间，通过某些特定地牢后会出现，强制和单个敌人、敌方 BOSS 的直属亲卫队战斗。基本的流程套路就是消灭一些森林里的怪物，收集火焰，买新的装备道具，进入地牢，消灭 BOSS， 如此循环。武器、盾牌和鞋子各有6种，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效果，特别是武器，比如一开始的武器是短刀，有些敌人打不了，因为攻击距离不足，换成长剑后可以利用距离的优势消灭对方，再往后还有施加远程攻击效果的。鞋子有的增加跳跃力和移动，有的虽然速度慢，但可以在刮风的时候稳定前进。
还有的能在水面和火焰上行走。另外还有照亮黑暗的蜡烛、攻击力翻倍的能量环等特殊用途或增益效果的道具。这部作品因极强的速度感而显得很独特，属于早期的快节奏游戏，快速移动时操作也相当流畅。这种玩法被很多玩家所喜爱，但强制滚动的快速画面经常拿不到敌方掉落的道具，各种武器和装备结合得很不错，画面水平一般，个人评价3星半。尾崎高尔夫又是 HAL 实验室的一款游戏，该作请日本当年著名的职业高尔夫球员尾崎代言。他从1973年到2002年参加职业比赛，是当时最好的日本职业球手，排名进入过世界前10。实际上，在之前任天堂推出的几款高尔夫游戏中，基本都是 HAL 做的设计，所以这样一款游戏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难度。开始有4个模式选项，第一个比杆数，相当于单人的18洞练习模式；第二个是双人对战模式；第三个1天巡回赛，是单人和其他对手进行标准的比赛；最后一个4天巡回赛模式，相当于一个加长的耐力赛。在操作方式上和之前的高尔夫游戏类似，上下方向键选择球杆，左右方向键调整目标， A 键确认选择或挥杆， B 键查看球场。画面左下方的 C 型量表表示力度和切球或勾球的弧度。与之前的作品不同的是，球员击球时，球场仍然以俯视角呈现，这时要盯着画面左侧的人物动作，以此确定按下 A 键的时机。挥杆动作的窗口时间很短，也不像之前的游戏，人物是站在球的旁边，所以准确的时机很难把握，需要大量的练习来找手感。到果岭上的推杆力度也更难以控制。这座有东西2个不同的标准比赛场，也就是36洞，而且设计的都比较专业，难度较大，不同的地形和球杆的影响很明显，也都尽量模拟真实的情况。比赛中按选择键还能让尾崎给予建议。相比之前红白机上的高尔夫游戏，这一座更加追求真实，也更专业，但通过右侧的人物确认挥杆是比较失败的设计尝试，使得原本就难度较高的比赛变得更难以控制。对于现在的玩家来说，已经不值得花大量的时间练习这样一个老游戏了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遥控赛车，或者叫遥控车混合赛，还有些其他类似的译名，由 Rare 开发，任天堂发行，只有 NES 的版本。1992年还出来一部续作，也是只有 NES 版。另外在 MD 和 SFC 2个平台还有本作的增强重制版。玩家控制无线电遥控汽车在赛道上进行比赛，采用了顶部等距视角呈现画面。操作上左右方向键控制转向， B 键加速， A 键是使用道具。4辆车在一起比赛，前3名进入下一个等级。游戏的特色是可以在比赛的过程中收集升级道具和武器道具。升级道具主要是用来提升车辆的3种性能：黑色的轮胎图案，升级轮胎增加转向能力；蓝色的发动机图案，增加最大车速；蓝色圆圈图案，增加加速度。每种都能升级4格。每轮比赛前会显示当前车辆升级的状态。武器道具包括了向前发射的导弹和从后方放置的炸弹。获得星星能增加弹药的数量，护盾能保护自己的车辆。拿到后，车辆变成闪烁的彩色。场地的路面上经常还会出现水或者油，空中还会有雨和云。到后面还有伸缩的墙壁，这些都是干扰玩家的障碍。收集大写英文字母的闪烁方块会显示在画面的下方，按顺序集齐 Nintendo 任天堂的全部字母，获得高分奖励，同时车辆升级成更高性能的版本。游戏在宣传时号称有36条赛道，实际上是24条，可以无限循环游戏，越往后级别越高，对手的性能也随之提升，难度更大，每次通过一条赛道还会有奖杯。看到这里就会发现，游戏的整体框架和玩法就是马里奥赛车的前身。本作的素质相当高，操作感觉很独特，转向角度大的时候还会有漂移的效果，需要练习才能适应，熟练了以后过弯很有感觉。玩法在当时看来也很新奇，电脑对手的难度不低，竞争很激烈，画质也不错。遗憾的是，游戏过程中基本只有音效，缺少音乐。
赛道都比较短，而且形式相对单一。个人评价3星半。冲浪高手这个游戏的翻译名也是五花八门，像是 TC 冲浪、TC 滑板、冲浪与滑板大挑战、滑板冲浪狂潮、水与木之怒等等。本作是一款滑板和冲浪的游戏，只有 NES 版本，由 LJN 发行。之前有介绍过这家公司主营玩具业务。游戏原名里的 Town Country Surf Designs 是一家世界著名的冲浪板制造商，因此这也是一款联名游戏。有3种游玩模式，第一种是滑板模式，在2个角色中选一个，踩着滑板在倒计时内到达终点，躲避障碍获得积分，失误损失右下方的生命值。按 A 键跳跃， B 键是用脚蹬地加速滑行，按住方向键左抓住滑板逐渐减速，这时结合跳跃键有个抓板跳跃的动作，通过某些障碍必须要用到，直接跳跃人过去了但板不过是不行的，用这个动作可以跳上栏杆滑行，有额外奖励分数。第二种冲浪模式，在另外2个角色中选择，目的是要在大浪中生存下来，不能被卷入，用方向键移动冲浪者， B 键在波浪的顶部跳跃，以避开被卷入的危险，同时捡起香蕉获得加分。在海浪中走得太深，与障碍物发生碰撞，或者离开海浪都会损失生命。冲浪通过码头结束一轮。第3个模式木和水之怒，就是把刚才的2种模式结合起来，选一个滑板手和一个冲浪手，玩一轮滑板再来一轮冲浪，3种模式都是无限循环的，直到最后失败游戏结束。这个游戏上手很简单，玩起来感觉游戏性挺好，画面做得相当不错，音乐也很带感，但稍微多玩一段时间兴趣就会衰减，内容太少而且过于单一了， BGM 再有感觉也经不起一手反复循环。游戏评价2星半。假面俱乐部，假面骑士这个系列从1971年就开始播出，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不同的假面骑士，我是一部都没有看过，就更谈不上区分里面的角色了。本作由万代发行，属于动作 RPG 类，玩家要控制假面骑士打倒坏人组织修卡，有3个可以控制的人物，分别是假面骑士1号、2号和 V3。开始选择一个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对应的4个关卡，要先分别完成3个角色的专属关卡，之后3个人一起进入最终的部分。每关通过的条件不是简单的消灭 BOSS， 而是要赚到足够的钱，击败 BOSS 后用钱打开大门，因此需要不断的和敌人战斗赚钱。接触敌人后切换到战斗画面，战斗的方式是1v1的对撞，一场战斗最多3个敌人，画面中有一个滚动的量表，通过反复按 A 键来调整输出的功率，倒数第2格是最大的，满格就变成了0，将敌人撞到墙上造成伤害。整个的节奏相当漫长，消灭敌人获得经验值可以升级，最高到8级，人物的属性也会提升，不同的角色属性特点不一样，包括生命最大值、速度、跳跃力和攻击力等等。每个角色能学到多个必杀技，也各有不同。在横版动作的场景里，只能用跳起向下出拳攻击，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消灭敌人，这样能得到钱，但无法获得经验值。另外，动作场景里很多的移动方式非常的奇怪，而且多此一举，需要反复的按 A 键，用于减缓下落速度或者攀上墙壁，以及在平台的边缘避免跌倒。有些位置还有商店、赌场和当铺，商店可以购买战斗辅助的道具，还能雇佣另外一个假面骑士作为同伴。每个角色雇的同伴都不相同，所以本作当中有6个假面骑士。自动售货机也能买物品，有的物品用现金购买，有的要用银行卡，这时需要先去银行将现金存入卡内。3个假面骑士分别完成自己的关卡后，还得共同完成4个关卡的丛林场景，最后是7个关卡的高塔场景。每关的套路都差不多，看起来游戏设计了很多的花样，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多余和无聊的内容。想要通关，游戏的时长能赶上最终幻想，但却完全没有保存功能。还有些情况会导致既死，就会前功尽弃。每关要达到过关的金额，得重复很长时间的战斗，或者利用赌场赌钱，时间也不短。人物的操控上，因为添加了各种无厘头的搞笑动作，而变得又慢又难以控制。另外还有一些判定问题和 bug，
总的来说，这是一个内容庞大但缺少乐趣的游戏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巴黎达喀尔拉力赛 CBS 索尼发布的一部作品，游戏名关联了号称世界上最艰苦的达喀尔拉力赛。虽然它归类为一款赛车游戏，但也有冒险和射击的元素，实际上是一个奇葩的大杂烩。最终目标是要完成巴黎到达喀尔的比赛，在游戏里你得经历全部的过程。一开始在东京，人物在街道上走动，进房子里以类似冒险游戏的形式选择指令，找到赞助商提供买车的钱，还有个小游戏，以此来确定导航员的等级。准备好后飞往巴黎，在巴黎有一段相当粗糙的公路开车环节，捡起字母 G 的道具补充燃料，这里要小心不要碰到任何的车辆和障碍，稍不注意就会被切成碎片。接着会有奖励的环节，基本上每个关卡之间都会有，相当于做一些补给。接着来到区域2的巴黎市中心，在这里通过撒油的方式阻挡其他车辆，避免碰撞，也有机会获得燃油补给。当然自己的车也很容易变成碎片。根据右侧的小视图看还有多久到达终点。区域3从巴黎到巴塞罗那，变成一个在横版的场景里开车，汽车突然可以发射子弹，但它不能跳跃，就这么边开边射击，有时还得停下车，人从车上下来，解决道路上的障碍。初看到这个环节真的把我惊呆了，佩服设计者的脑洞。区域4巴塞罗那到阿尔及尔，玩法和区域3类似，也是横版加上射击，不同的是能把车开到水下战斗，对付各种龙虾、乌贼、章鱼等等。区域5穿越撒哈拉沙漠，又变成了纵向卷轴射击，沙漠里的骆驼神态倨傲，走起路来不紧不慢，过河还得靠小木筏漂流。区域6进入非洲的内战区，这里的设计已经完全放飞了自我，各种坦克、直升机、战斗机纷纷出现，汽车发射的子弹也分成了对空和对地的2种。区域7来到了达喀尔，也是最后一关，终于回归了正常的赛车，在一个狭窄的道路上加速前进，超越其他车辆，转向时还有漂移的效果。全部完成后显示每个区域的时间和总时间，然后将车停在大海边欣赏落日。这部作品用一个达喀尔拉力赛的名字伪装成赛车游戏，然后混入各种元素，很难说这是开发方雄心勃勃的要做一个神作，或者只是为了恶搞，已经不能用常规的方式来评价了。但从结果来看，什么都想要就是什么都做不好，每个环节都显得很粗糙。音乐其实还不错，消灭坦克和战斗机的环节突然有种无所不能的兴奋感。游戏评价2颗星。88年2月份的游戏只介绍了一部分，下期接着讲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如果您喜欢还请多多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